这期影片会和你分享 Canva 最新推出的8个非常好用的 AI 应用程式，并且都是可以让你免费使用的。你可以在看完这些教程之后去尝试一下。还有 Grayson， 这频道主要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我每周会分享3部影片，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那首先第一个 Canva 的 AI 应用程式，它叫 Image Animate。那这个功能呢，就是能够让你去把图片变成一个动态的影片的。那比如说在这边呢，我想去做成一部短片，那我这边呢准备了一张图，它是披萨。那我如何把这图变成动态的呢？你需要来到左边选择应用程式，然后呢找到 Image Animate， 选了这个应用程式。那这个功能呢，你可以加入一张图片，或者是呢你可以选这个 Add in Frame， 也就是说你可以加入起始的真画面，然后呢加入一个结尾的真画面。但是呢，尽量保证这2张图是一个很类似的图，只是呢不同的角度，或者是不同的姿势、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风格，或者是不同的打光，这样打造出来的效果才是最好的。那如果说你只想使用一张图片，那你可以选择把移除。然后在底下呢，你需要去描绘一下如何让这张图片动起来。那这边大家需要注意，只能够输入英文。那这边有输入的意思就是慢慢的靠着披萨的右边去开始移动。然后这边呢，你可以选择移动的风格，那默认是让 AI 自己操作，去帮你做出一个比较符合你描述的这个移动风格。或者说呢，你可以选择视差。那这边呢，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想要它移动的路径，比如说垂直移动、旋转移动，或者是交叉移动，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。那这边呢，我就选择让 AI 自己去创作。那底下呢，你可以选择 AI 工具，默认是自动。那如果说你有其他你比较想要使用的 AI 工具，你可以在底下选择。那这边呢，我就选择自动。在底下呢，你需要首先登录，然后才能够创建。那这边你可以看到，它就把这张图片变成动态了。我可以选择 Add to Design， 然后你可以看到呢，效果就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还是非常真实的。整体呢看起来就像是在拍摄的一样。那大家呢是能够去尝试不同的图片，然后呢让图片动起来的。那下一个 AI 工具呢，它是翻译。那比如说我在这边准备了一个中文的简报，但是呢我也想要变成英文的，去展示给英文的观众或者是英文的客户，那我们就可以使用 Canva 里面的翻译功能了。你可以选择应用程式，然后呢往底下滑，这边呢可以找到这个翻译功能。首先呢，你需要选择译文的语言，也就是你要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。这边可以搜索，比如说我搜索英文，然后呢，你可以选择翻译的语气，你可以选择原始的、专业的、对话的、友善的、详细说明的、启发灵感的。那这边呢，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要求，就选择原始就好了。然后你可以选择呢翻译页，或者是呢，你可以选择单独翻译这个页面上面的文字。在底下呢，你是可以勾选的，比如说我公司的名称呢，我就不把它翻译了。然后在这边呢，你可以选择翻译。那现在可以看到呢，1秒钟 Canva 就帮助我翻译了这整个页面了。那这边呢，你还可以选择设定，这边有2个设定。第一个设定就是缩小字形尺寸至适当比例。那如果说翻译与你设计的比例不符合的时候，会自动调整字形的尺寸。然后你可以选择翻译时复制页面，那么它就会保留你原始的设计，并且呢翻译成新的页面。那底下你就可以看到，这个呢是我本来的页面，那这边呢就会展示给我英文翻译的页面了，会2个不同的页面。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打开这个翻译的功能，你可以选择调整尺寸，然后在底下呢你可以选择这个魔法切换开关，然后这边呢有个翻译的功能。那这边呢不仅能够让你选择译文的语言，同时呢可以让你选择你要翻译的页面。你可以在这边勾选页面，然后呢选择完成，就可以快速翻译多个页面了。下一个 AI 应用程式它叫 Transform Image， 这个功能呢是能够帮助我去改变图片的角度的。那如果说我想要在这公路的路段上面去加入文字，我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了。那这边呢我准备了文字，那我需要把它变成白色的，然后呢我可以把背景去调节一下，让大家看清楚。那你可以看到我的文字就是白色的，然后选择右上角分享，再选择下载。那这边呢我需要选择透明背景，然后呢我只选择第2页，完成，然后下载。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呢，我就导入了刚才我制作好的文字图片，然后呢来到左边应用程式，然后呢搜索 Transform Image， 这边呢找到这个应用程式。那这边呢它是需要你去上传这个文档的。那像我就加入了刚才我的文字图片了，然后呢在这边呢你是可以去调节它的角度的。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路面它的角度去调节一下，我可以用我的滑鼠去拖动，比如说我想让它变平一些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底下呢你可以放大然后缩小。
那底下呢，我可以选这个 Add to Design， 你就可以看到就变成这样子了。然后呢，我可以调节一下它的大小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就等于这个文字是印在这个录上面的。还有另外一个使用场景就是，你可以经常看到有的创作者他的缩图，这些 logo 呢都会有不同角度的，那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去快速制作。那这边呢，我导入了一个 logo， 那我可以调节一下它的角度，我在这边去拖拽，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我这 logo 就有这样的角度了。然后呢，我可以选 Add to Design， 你就可以看到就会有这样的角度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功能真的非常方便。那下一个 AI 用程式呢，它叫 Patterns， 那它是能够帮助你去创建有规则的图案样式的。比如说这边我准备了一个 IG 贴文，然后可以选择应用程式，然后可以搜索 Patterns。那这个功能呢，它是能够让你去选择你这个样式里面它是要怎么样的形状的。比如说有竖线的，然后呢有点的，然后有方形的。比如说可以选竖线的，它这样子的。在底下呢，你可以选择 size， 也就是尺寸。当我选择越高的尺寸的时候呢，它的密度就越大的。然后你可以选这个变化程度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就会有不同的变化。我可以把它的尺寸调小一些。然后呢，你可以选择它的颜色，比如说我搜索黄色，那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它就变成黄色的了。比如说可以变成红色，那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就变成红色了。这边呢可以选择 Add to Design， 那现在呢就加入到我设计里面了，可以把它放大。因为它是矢量的图形，所以呢你放大也不会让它变成模糊不清的。然后呢选择这个位置，这边呢选图层，把它去移动到最底下，你就可以看到现在这所有的元素之后了。接下来呢要调整一下它的透明度，把它变淡一些，你就可以看到我这个 IG 贴文的背景就有一个这样的图案格式了。那你可以更改成是点状式的，它就会这样的形状。你把它变大，把它变小，然后呢它的变化程度，这样呢就会有更多创意了。然后呢变方形了，这个呢就是方形的图案，把它变大变小，然后呢变化程度在这边。所以呢大家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。接下来一个 AI 应用程式叫 TestMaker， 那它是呢能够帮助你创建出非常有创意的文字的。还选择应用程式，然后呢搜索 TestMaker， 找到这个应用程式标志。那它呢是有提前预设好很多的文字效果的，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文字效果你是可以选择的。比如说我们来选择这个文字效果，那现在呢我可以首先去更改它的文本，那现在呢我就更改它文本了。那底下呢你是可以去改变它的字形的，那这些呢都是英文的字形就是了。那你也可以呢去把它变成多行的文字，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我就变成多行的文字了。那这边呢我就可以调节它的对齐形式了，现在是居中对齐的，可以把它变成靠右对齐，或者是呢靠左对齐，那还是呢居中对齐是比较好的。然后呢可以调节两行文字它的宽度，可以把它变宽一些。现在呢可以调节文字的间距，你看到可以调节一下。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它的这个文字的效果，这边呢会有不同的效果你可以选择的。比如说呢选这个 3D 效果，那这里面呢能够让你进行更多细微的操作，你甚至呢是可以调节它的颜色的。那这里面呢总共会有5种文字效果你是可以选择的。那底下你可以调节里面的文字搭配的，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搭配的颜色。那所有的调整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选择 Add to Design， 你可以选择它的品质。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呢，我做出来的这个文字就出现了。这个功能大家也是能够去尝试一下的，非常好用。那下一个 AI 用程式它叫 Design to Image， 那它是能够快速的去把 Canva 里面的设计去转成图片的，并不需要你导出了。那比如说在这边我制作好了一个这样的海报，然后呢我想快速的去导入到这个样机里面的，所以呢我就可以选择左边的应用程式，然后搜索这个 Design to Image， 然后选择这个设计，这边呢 Convert to Design，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档案的类型 PNG 或者 JPG 都是可以的。这边呢可以选择尺寸。那底下这3个功能呢是 Crop 的功能，你可以选择将档案大小限在多少 KB 以内，然后你可以选择压缩档案，或者是你可以变成透明的背景。那你是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 Crop 的30天的免费试用的。那这边呢可以选择页面，我就选择这一页就好了，然后就可以选择导出。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就把我这个设计变成一张图片了，然后选择我想要放入的样机，这边呢选择 Add to Current Page， 然后呢拖动它，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快速的我就将这个图片去导入到这个样机里面了。有了这个功能呢，我就并不需要去先导出我的图片，然后再导入这张图片了，非常快速。那下一个呢是 Loaded Files， 你可以找到这样的标志。那这个应用程式呢是能够让你去发掘到更多的动态元素的。你在这边呢去输入关键字，那这边呢有免费的
然后呢也有付费的。底下呢有过滤选项，你可以选择最新加入的或者是最流行的。那比如说呢，我选了这个元素，那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子的。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调节它的颜色，这边呢会帮你准备一些颜色组合，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就更换了一个颜色组合了，或者是这样的颜色组合都是可以的。又或者是呢你可以选这个 New Palette， 你可以自己去加入不同的颜色组合也是可以的。你就可以看到我在这边呢加入了不同的颜色组合，这相比于在 Canva 里面的动态元素呢就能够让你有更多灵活性了，你能够去自定义不同的动态元素。在这边底下呢就可以选 Add to Design 了。那下一个 AI 用程式它叫 Replicator， 你可以搜索它名字然后找到这个标志。那这个功能呢是能够让你去选择一张图片或者是一个图案元素，又或者是一个文字元素，然后呢进行无限的复制，打造出一个独特的视觉效果。那这边呢大家需要注意，不是说 Canva 里面的所有元素都是可以的，只能够呢是无法编辑的元素才是可以的。那如果说呢你选了一个元素，然后呢它是能够去修改它的颜色的，那这个元素呢就是可编辑的元素，那就不能够使用这个功能了。那这边呢我可以选择加入一个文字，新增一个文字，然后呢我可以选择加入一个符号，比如说这个符号，然后呢把它变成白色，接着呢选择这个 Replicator， 这边呢选择之后呢选 Replicate。 那这边呢可以首先选择线性的，然后呢网格状的，或者呢旋转的，又或者呢波浪的。比如说可以选择旋转的，然后呢增加它的个数，然后呢调节它圈数。这边 Slice 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能够去调整这个参数，然后你可以选择每个圈它的空间，它的距离，你可以看到会有这样子的。然后底下呢还有不同的参数，你可以看到就能变成比较不一样的。这边呢可以调节更多参数，然后底下可以旋转，我可以把个数调节的更多一些，然后呢可以选择 Continue。 那底下呢你可以选择字形，那这边因为我是符号呢，所以我可以不选字形。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，它就帮助我做出一个这样的图案格式了，然后可以把它放大，选择这个位置，选择图层，把这图层呢移动到最下面，现在它属于最下面了。然后呢调整它的不透明度，让它融入到背景里面。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刚才注册好图案格式呢就融入到我的背景里面了。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Canva。想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教程，你可以连着播放列表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这部影片点赞，也要记得订阅我频道，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内容，追踪我 IG， 能够和你更多互动。那我们下期片见，拜拜。